真正的高手从不靠蛮力赢，他们赢在看得远、想得深、等得久、动得准。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他们看起来不够聪明，平时也不怎么努力，但是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总能踩中风口。升职加薪的是他，躲过行业危机的是他，在最混乱的职场僵局里全身而退的还是他。你觉得这是运气吗？这不叫运气，这叫做看懂了局。你以为生活是随机的吗？绝对不是。时间有它的特殊结构，空间有它的专属逻辑，人心有它的必然规律，局势有它的最终走向。看穿了这套结构，你就不再是棋盘上任人摆布的弱小棋子，你开始成为那个执棋布局的幕后高人。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中国古代最硬核的顶级生存智慧，它叫奇门遁甲。它绝不是迷信，它是一套极其精密的认知操作系统。历史上最著名的战略家，像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张良，他们之所以能改写历史，不是因为武力值爆表，也不是因为财富惊人，而是因为他们能用这套系统，在最混沌的死局里找到唯一的活路。我们今天不谈玄学，只谈人性，谈格局，谈在残酷的世界里如何活得更好的底层逻辑。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那个血腥混乱，却又充满顶级智慧的古老时代。那是秩序彻底崩溃的乱世，诸侯天天打仗，战火永不停息。普通人早上醒来，根本不知道今天的国君明天还在不在，自己辛苦耕种的土地下个月又属于谁，跟着哪个老大去打仗，最后是活着回家，还是变成荒野白骨。那个时代的竞争烈度，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内卷，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今天的内卷最多是升值空间变小，同行恶意压价。那个时代的内卷，输了就意味着掉脑袋。在那种极端的生存压力下，人类的智力极限被彻底逼了出来。那些最顶级的智者开始死磕一个终极问题：有没有一套方法，能让人在彻底的混乱中找到必然的规律，能在无序的局势中发现隐藏的秩序，能让人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里做出绝对正确的判断。奇门遁甲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的。相传皇帝和蚩尤大战，连输了73场，在绝望之际，9天玄女从天而降，赐给皇帝一部秘籍，这就是他的雏形。从此皇帝反败为胜，统一华夏。虽然这只是个神话，但它传递了一个最真实的底层信息。这套智慧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是为了战争服务的。它是一套极端的军事决策系统，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帮你做出最优选择的方法论。后来，它才慢慢演变成判断政治、商业和个人命运的终极指南。它的核心逻辑说穿了非常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完美叠加，自然无往不胜。但这里有一个极大的问题，绝大多数人只听过这8个字，却根本不知道怎么在生活中落字。而这套系统就是把这8个字拆解成4个让你彻底逆转人生的核心维度。第一个维度叫做格局之眼，我们必须从姜子牙讲起。姜子牙的人生是一部让人热血沸腾的底层逆袭史。你在30岁、40岁觉得焦虑吗？来看看姜子牙，他在70岁之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去当屠夫，卖肉卖不掉；他去开饭店，饭菜全放坏；他做任何小生意，都赔得倾家荡产。他的老婆最后实在受不了了，觉得他是个没用的窝囊废，坚决跟他离了婚。在那个极度重视家族的古代，一个老男人被妻子抛弃，那是莫大的耻辱。70岁的他两鬓苍白，一无所有，被全村人嘲笑了大半辈子。换成任何一个普通人，
这时候早就认命了，准备随便找个山沟躺平。但姜子牙没有，他跑到渭水边去钓鱼。他钓鱼的方式非常古怪，他用的是直钩，上面一粒鱼饵也不挂。这个举动在当时所有人眼里就是一个疯老头的怪癖，甚至有人觉得他得了老年痴呆。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秘密，这个细节恰恰是他最高明的战略表达。他根本不是在钓鱼，他是在钓人。顺着这个逻辑，他是在向整个天下发出一个极其强烈的个人品牌信号：我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渔夫，我在等那个真正懂我的明主。这叫什么？这叫做精准的自我定位，这叫做最顶级的营销手段。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招聘平台的年代，姜子牙用一根直钩，成功实现了爆款引流，让自己名震天下。他心里非常清楚，真正能看懂这个反常信号的人，才是他命中注定的合作伙伴。果然，周文王亲自来了。周文王一看这个老头，就知道他胸中有大乾坤。两人一番长谈，周文王激动地大喊，说我的先祖早就盼望着你来了。70岁的姜子牙，人生瞬间实现了惊天大逆转。但这里有一个让我们不得不深思的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姜子牙凭什么敢坐在那里死等？他凭什么确信周文王一定会来？他凭什么确信自己等的那个人绝不会缺席？答案就在于他看懂了天时。他站在渭水边，看到的不是鱼竿，而是商朝末年的整个权力结构。他看到了纣王的暴政已经让民怨沸腾，整个国家已经走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他看到了周国的悄然崛起，那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他非常笃定，在这个历史的巨大转折点上，一定会有一个英雄站出来破局，而那个英雄身边绝对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顶级战略家。他不是在靠运气赌博，他是在对历史规律进行深度分析之后，做出了一个精准的战略压注。这就是格局之眼的本质。普通人看到的永远是眼前的困境，是妻子的嘲笑，是邻居的白眼，是70岁还一事无成的巨大耻辱。而真正的高手看到的是天下的宏观走势，是权力的细微裂缝，是时代的风口，是那个即将到来的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在这套智慧里，有一个极其核心的概念，叫做时局。他反复强调，任何事情的成败，首先不取决于你有多努力，而取决于你在什么时间点上做了什么决定。同样的一件事，你在正确的时间点去做，那就是顺水推舟，事半功倍。如果你在错误的时间点去硬顶，那就是逆水行舟，事倍功半，甚至会输得满盘皆输。姜子牙苦苦等了70年，不是因为他懒，也不是因为他无能，而是因为他在极度冷静地等待那个唯一正确的时间点。这个残酷的逻辑放到今天依然字字千金。你有没有见过身边那种人，他们在一个冷门的行业里默默无闻地熬了很多年，看起来毫无存在感，突然有一天行业风口爆发，他们一夜之间飞上云端，外人都在嫉妒他运气好，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为了等这个风口，他到底付出了多少代价。等待绝对不是消极的躺平，等待是在正确的时机来临之前，拼命保存自己的实力，疯狂积累自己的认知，默默做好所有的准备。这是姜子牙用大半生的屈辱教给我们的第一课。看懂天时，是你一切人生战略的绝对起点。光看懂天时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进入第二个核心维度，叫做地利之举。这里我们必须聊聊诸葛亮。诸葛亮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最被神仙化，但也最被严重误解的谋士。绝大多数人记住他，是因为那些神机妙算的神话，比如草船借箭、借东风、
空城计》，但只要你翻开真正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故事大多是小说演绎虚构的。真实的诸葛亮比这些神话还要深刻10000倍，但也更加让人感到悲凉。我们把目光投向他出山之前的日子。诸葛亮隐居在隆中，每天表面上就是读书、种点地，和当地的朋友倾谈。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纯洁隐士，他的朋友圈里全是荆州地区最顶级、最核心的知识分子。他的岳父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他的叔父曾在当地最高长官刘表手下担任高官。诸葛亮其实是一个深度嵌入当地权力网络的核心信息节点。他虽然双脚坐在隆中的茅草屋里，但他那双眼睛早就把天下的风吹草动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这套智慧里的第2个核心概念——地利。请记住，地利绝对不仅仅是指地理上的山川优势，在现代社会，它更是指信息优势、资源优势，以及你所拥有的高端人脉网络优势。诸葛亮当年选择在隆中隐居，这个举动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战略决策。荆州在当时是天下的咽喉要道，是各方势力拼命争夺的战略焦点，同时也是全天下信息流通最密集的信息大本营。各路诸侯的最新情报天天在这里汇聚，诸葛亮坐在这里，就像拥有了一个巨大的雷达。而且隐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最高明的品牌包装。在那个时代，真正有通天大才的人往往都会选择隐居，这是一种被主流社会高度认可的精英文化。你只有隐居，才能证明你有资格让别人三顾炉。如果你屁颠跑去主动投靠，那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便宜货，身价瞬间暴跌。诸葛亮把这个人心逻辑玩到了极致。刘备当年委屈的来了3次，诸葛亮才慢吞吞的开门见客。这3次拜访绝对不是简单的礼贤下士，那是诸葛亮对刘备展开的深度背景调查和战略评估。他要亲眼看看这个大耳贼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耐心，有没有复兴汉室的诚意，有没有容纳天下的格局，到底值不值得自己把后半生所有的身家性命全压在他身上。最终在第3次见面时，诸葛亮亮出了他的底牌，这就是名震千古的隆中对。隆中对的核心说白了就是一张极其精密的天下地缘政治大地图。诸葛亮冷静地对刘备说，曹操现在已经彻底占据了北方，实力太强，你千万不要去硬碰。孙权已经在江东经营了3代，根基极深，你也不要去抢。你现在唯一能走的活路是先想办法拿下荆州，然后再顺势夺取益州，在西南建立根据地，和他们形成3足鼎立的绝妙格局。然后你就在这个绝佳的位置上默默等待，只要天下发生巨大的变动，你就立刻2路出兵，北伐中原。如此一来，统一天下的大业可成。这套战略极为精准、清晰，充满了教科书般的层次感和节奏感。但它最底层的逻辑是什么？是对地理空间和权力结构的绝顶理解。诸葛亮看的从来都不是眼前的兵力对比，他看的是地缘政治的长期大走势。他知道荆州是连接南北的交通咽喉，益州是易守难攻的天府之国，这2块风水宝地是刘备集团能够在乱世中活下去的唯一地理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天天谈理想，全是扯淡。这就是地利的本质，在最正确的位置上等待最正确的时机。但这里历史突然发生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巨大悲剧。诸葛亮的整个宏伟战略有一个致命的阿喀琉斯之种，那就是荆州绝对不能丢。荆州是连接益州和中原的唯一纽带，是他们未来北伐的绝对跳板，是整个战略棋盘上最核心的眼。
然而命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关羽大意失荆州，这5个字直接成了整个蜀汉命运的绝望转折点。从荆州丢失的那一刻起，诸葛亮苦心经营的隆中对战略彻底在物理上崩盘了。后来的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六出祁山，屡次北伐，每一次他都是在用一个残缺不全、毫无胜算的棋盘去下一盘注定要输的死棋。他那么聪明，难道不知道赢不了吗？他比谁都清楚，但他为什么还要去？因为他欠刘备一个知遇之恩的承诺，因为他是一个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看得比战略结果还要重的悲剧英雄。这里隐藏着一个极度残酷的人性真相，有时候世界上最聪明的那批人，偏偏会被自己内心的情感和责任死死绑架，做出在理性上明知是彻底错误的选择。诸葛亮的悲剧从来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太忠诚了。他的忠诚彻底超越了他的战略理性，这是他伟大到让人流泪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他作为战略家无法打破的致命局限。这套智慧里有一句极其沉重的话，我觉得可以完美概括诸葛亮沧桑的一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的意思绝不是让你走向消极的宿命论，而是要告诉你一个冷酷的事实：即使你把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到了极致，把每一个细节都算到了骨子里，最终的结果依然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你根本无法控制的突发变量，关羽的极度骄傲，刘备的感情用事，曹魏的强大根基，这些都是诸葛亮一个人无法左右的。真正的顶级强者从来不是那个能100%控制一切的人，而是在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候依然能够咬紧牙关做出当下最优选择的人。诸葛亮为那个承诺燃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历史最终记住了他，这就已经足够了。让我们继续往前走，进入第3个核心维度，那就是人心之术。这里我们要聊一个被历史严重低估，甚至让人感到心疼的悲剧天才刘伯温。民间天天传言3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他是明朝的开国第一谋士，是朱元璋身边的张良，但只要你仔细研究他的生平，就会发现和张良的洒脱不同，刘伯温的一生始终笼罩着一种极度压抑，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苍凉。他是那种因为看得太透，所以活得无比痛苦的人。刘伯温的个人能力在元末明初那个时代是公认的天下第一，他精通天文地理，洞察兵法政治，据说他对奇门遁甲的掌握早就到了出神入化的恐怖境界。他用近乎神迹的智谋，一步步帮朱元璋在死人堆里打下了大明的万里江山。但戏剧性的是，天下刚刚太平，他的处境却瞬间急转直下，直接掉进了无底深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实在太聪明了。朱元璋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最复杂、手段最狠辣的皇帝之一。他出身底层，要过饭，当过和尚，在最恶劣、最肮脏的泥潭里一路爬出来，最终才坐上了那把龙椅。这种地狱般的成长经历，给了朱元璋超越常人的生存本能，但也植入了极度疯狂的猜忌心。他如果信任你，可以把命交给你，但他一旦怀疑你，绝对会把你挫骨扬灰。而刘伯温偏偏就是那种让朱元璋既极度需要又极度害怕的人需要他，是因为刘伯温的脑子太好使了。他能看到别人一辈子都看不到的死角，能解决满朝文武都束手无策的惊天难题。害怕他，是因为刘伯温看的实在是太多太远了，多到朱元璋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一想到身边躺着这么一个能看穿自己心思的怪物，
就会全身发毛。他会忍不住想，如果这个人有一天有了反心，自己真的能防得住吗？这是一种极度扭曲，也极其普遍的权力关系。你的能力越强，你的老板就越需要你，但与此同时，他心里就越害怕你。刘伯温作为一代智圣，怎么可能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在建国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痛苦的选择，那就是拼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他开始故意装糊涂，在大殿上当一个透明人，对很多国家大事，他明明看得很准，但就是闭嘴不言，甚至他还会主动犯一些无伤大雅、让人哭笑不得的小错误，故意把把柄送给朱元璋，目的就是为了让朱元璋觉得这个老头其实也有缺点，也没那么可怕。这在古代生存智慧里有一个专门的应和策略，叫做藏风。真正的高手在风暴来临的时候，从来不会轻易亮出自己全部的底牌和锋芒，因为你把底牌全部亮出来的那一刻，就是你成为所有人集火把子的那一刻。但残酷的是，哪怕刘伯温把身段放得这么低，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清算。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小人胡惟庸疯狂排挤，最终在凄凉中郁郁而终。民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他是被胡惟庸派医生下毒害死的。但只要你懂政治，你就会明白，背后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朱元璋默许了这一切。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时候需要刘伯温的脑子，但在做天下的时候，他绝对不需要刘伯温活得太久，看得太轻。这是一个让人脊梁骨发凉的冷血逻辑。历史上所有的功臣，往往都是皇帝内心最大安全感的毁灭者。刘伯温虽然算透了天道，但他对人心的防备终究没有做到像张良那样决绝。当年张良帮刘邦打下大汉江山之后，立刻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那就是彻底隐退。他交出所有权力，跑去深山老林里修道养生，直接从政治大舞台上彻底消失。他把自己在物理上的存在感直接降到了零。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刘邦，我对你的江山没有任何兴趣，我只想当个神仙。所以张良最后得以善终，成了极少数能活下来的开国元勋。而刘伯温呢，他还是留在了权力的边缘，还是没能完全切断自己和政治漩涡的脐带。这就是他们两个顶级聪明人最终走向截然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这个故事放到今天现代的职场里，简直就是一个让人深思的警示横言。你有没有在工作中遇到过类似的致命困境？你的业务能力越强，你做出的业绩越大，你身处的处境反而变得越来越危险。你终于升职了，但你瞬间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嫉妒和暗算的焦点。你为了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你却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上级对你有一丝防备和冷落。你优秀到了极点，反而让周围所有的同事都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请记住，这绝对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权力的底层结构在作祟。这套古老的智慧告诉你，当你处于这种极度危险的优秀状态时，你需要做的事情绝对不是继续埋头苦干，更加努力，而是要展现出极高的人心情商，去聪明地管理自己的存在感。你要清晰地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高调亮剑，什么时候应该低调藏锋。这是人心之术最核心也最难修行的天花板级别智慧。既然提到了张良，那我们就必须顺理成章地进入第4个核心维度，这也是整套体系中最深刻、最富有哲理的一个维度，叫做命运之变。张良，汉初3杰之一，被刘邦评价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但在张良成为神级谋士之前，他的人生起点
其实是一个被滔天仇恨死死驱动的疯狂复仇者。他是韩国顶级贵族的后代，秦始皇灭六国，直接用铁骑踏碎了韩国，也顺手毁灭了张良原本幸福富足的整个世界。年轻的张良当时满脑子都是愤怒，他散尽了自己所有的家产，在大江南北到处悬赏刺客，就为了一件事，刺杀秦始皇。终于，他在博浪沙精心策划了一场刺杀，安排大力士用一个100多斤的大铁锥狠狠砸向秦始皇的车队。可惜大铁锥只砸中了副车，秦始皇毫发损。刺杀失败后，秦始皇暴怒，下令全国通缉。张良只能隐姓埋名，在大地之上四处逃亡，过着东躲西藏的悲惨日子。这个时候的张良虽然聪明，虽然有能力，但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被愤怒、冲动和仇恨死死锁住的危险年轻人。他的智商成了情绪的奴隶。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他一生轨迹的奇特事件。他在下邳的一座桥上遇到了一个古怪的老头，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石公。那个老头一看到张良走过来，就故意把自己的鞋子踢到了桥底下，然后极其傲慢地对张良说：“小子，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当时气得火冒三丈，拳头都握紧了，恨不得把这个死老头一拳揍进河里。但他深吸了一口气，硬生生忍住了内心的狂怒，走下桥把鞋捡了上来。结果老头得寸进尺，又伸出脚说：“给我穿上。”张良气急反笑，心想既然已经帮他捡了，那就送佛送到西吧。于是他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亲手帮这个陌生老头把鞋穿好。老头哈哈大笑，一句谢谢也没说，转身就走。走了几十步，老头突然停下来，回头对张良说：“5天后的天亮，你到这座桥上来见我。”5天后，张良一大清早就赶了过去，结果发现老头早就坐在那里了。老头极其生气地斥责他，说：“你跟长辈约会，居然敢迟到，真是没教养。回去，5天后再来。”第二次，张良鸡叫就出门了，结果赶到桥上一看，老头又坐在那里了。老头再次暴怒，让他滚回去重新来。到了第3次，张良发了狠，半夜12点就跑到桥上死守。终于等到天亮的时候，老头慢悠悠地走过来，一看张良早就等在那里了，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老头从怀里掏出一本破书递给张良，扔下一句话说：“读懂了这本书，你就可以当帝王的老师了。”这本书传说中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公兵法》，里面记载了全天下最顶级的战略密码。但是这个流传千古的故事，它真正的核心价值绝对不是老头给的那本实体书，而是那3次近乎羞辱的残酷考验。黄石公当年在桥上到底在考验张良什么？他是在测试张良能不能在极端情况下死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是在看张良在面对无端羞辱的时候，能不能依然保持绝对的冷静。他是在看张良能不能为了一个虚无缥缈但可能极大的长远目标，彻底放下眼前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一个整天被仇恨、愤怒和情绪左右的人，你就算再聪明，在战场上也不过是一把锋利但随时可能伤到自己的太刀。而一个能够彻底掌控自己情绪，能够忍辱负重，能够为了终极战略目标而压制住一切短期冲动的人，才配成为决定天下命运的顶级战略家。张良通过了这场灵魂考验，从那一刻起，他脱胎换骨，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好勇斗狠、意气用事的复仇青年，他成了一个冷酷、深邃、算无一策的幕后黑手。他后来之所以拼死帮助刘邦，
根本不是因为刘邦的人格魅力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他站在宏观角度，敏锐地看到刘邦是全天下最适合用来推翻暴秦、终结乱世的完美载体。他把自己的私人仇恨完美升华成了历史战略，他把胸中的满腔愤怒彻底转化成了绝世智慧。这就是这套智慧中最深刻、最迷人的一个核心命题，叫做变。变是贯穿整个古代哲学体系的绝对灵魂。这个世界永远在变，时机天天在变，局势每秒在变，人心瞬息万变。真正坐在幕后掌控全局的高手，从来不是那个制定了一套看似完美无瑕的计划，然后死死盯着计划一条一条去执行的僵化之人，而是那个能够随时随地感知到环境的细微变化，随时随地推翻自己的固有认知，疯狂调整自己的策略，让自己始终保持极度弹性的人。张良沧桑的一生，就是一部关于如何应对变化的绝美教科书。他从复仇者蜕变成大战略家，从热血愤青蜕变成冷静谋士，从一个被情绪死死奴役的傀儡，变成了一个能够完美驾驭情绪的神。这种惊天动地的转变，绝对不是软弱，更不是妥协，而是真正的刻骨铭心的自我成长。而这种成长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真实的。那3次在冰冷的桥上苦苦等待的经历，那种被一个陌生老头当众踩碎尊严，却必须硬生生吞下去的屈辱，那种为了长远利益而不断压制自尊、压制愤怒的剧烈痛苦，每一个细节都像刀子一样刻在他的骨头上。如果没有这些痛苦的洗礼，世界上绝对不会出现后来的汉初刘侯张良。这让我忍不住想到今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无数年轻人，也包括我自己。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挫折、职场的羞辱、领导的无端指责时，我们的第一本能往往是狂怒，是立刻掀桌子反击，是拼命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这非常正常，因为这是人类基因里自带的生存本能。但是，这套古老的智慧冷冷地告诉你，在人生的某些关键时刻，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反应绝对不是掀桌子反击，而是忍。这里的忍，绝对不是胆小鬼的懦弱和逃避，而是战略家的高级隐忍。是因为你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向哪里，所以你根本不在乎眼前踩到的这一点点泥泞和委屈。这种忍，需要你拥有极其恐怖的内心力量，因为它要求你在最想杀人的愤怒时刻，依然能保持民航客机机长般的绝对清醒，要求你在受尽人间委屈的黑暗时刻，依然能够抬起头看到远方的微光，要求你在无数次想要彻底放弃的崩溃时刻，依然死死相信那个更大的战略目标，才是这套智慧中最难学也最值钱的终极秘密。我们现在已经一口气讲完了4个核心维度，4位历史巨人的传奇人生。现在让我用最纯粹的底层逻辑，把这4个看似散落的珠子彻底串联起来，带你看清这套古老智慧的完整全貌。这套系统如果从纯技术层面来看，它其实是一套以时间为绝对轴线，以空间为底层基石，以人事为最终核心的超级预测和战略决策系统。它把无穷的时间切分成不同的奇妙格局，把广袤的空间划分为不同的神秘方位，把复杂的人事归纳为不同的博弈力量，然后通过这3者的精密叠加，来帮你在迷茫中判断一件事情的未来走势，并在最关键的节骨眼上指出做出最优决策的黄金时机和绝佳方向。但是，在这套繁复的技术背后，真正支撑它的是一套让人醍醐灌顶的伟大哲学。这套哲学如果凝聚成一句话，那就是8个字：顺势而为，借力打力。什么叫做顺势？顺势的意思就是，你千万不要用自己血肉之躯
去硬生生对抗时代的大势。大势到底是什么？大势就是时代的洪流走向，是社会的阶层结构，是底层的人心趋势。当一个时代的大势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向左走，你如果非要标新立异，一意孤行的向右冲，那你唯一的下场就是撞得头破血流，死无葬身之地。但是，一旦你学会了看清大势，顺着洪流的方向去划船，你就会惊恐地发现，你付出和以前同样的一分力气，竟然能产生以前10倍甚至100倍的恐怖效果。姜子牙当年顺应的是商朝彻底崩溃、周国轰然崛起的天下大势，诸葛亮当年顺应的是天下群雄并起、三足鼎立的历史大势。尽管他最终没能逆天改命，但他的战略方向从来没有错过。张良当年顺应的是暴秦彻底瓦解、新统一力量必然崛起的时代大势。刘伯温当年顺应的是元朝彻底完蛋、朱元璋一统江山的历史必然。他们全都是看透了趋势，并且死死踩中趋势的顺势之人，所以他们最终都成了历史星空中最耀眼的那批名字。那什么又叫做借力打力呢？借力打力的核心逻辑就是，你千万不要傻乎乎的用自己那点有限的死力气，去和对手恐怖的力量正面硬刚。你要学会像太极高手一样，借助一切外部的庞大力量，来轻松达到你自己的战略目的。诸葛亮当年在赤壁，借的是自然界的熊熊东风，借的是长江的天险地理优势，借的是曹操阵营内部水土不服的致命矛盾。张良当年在楚汉争霸，借的是刘邦一统天下的狂妄野心，借的是各路诸侯各怀鬼胎的离心力量，借的是天下百姓苦于战乱、人心向汉的终极民意。这种高级的借力绝对不是小聪明式的投机取巧，而是对全天下资源进行的最优配置。你自己可能只有1分力气，但如果你能巧妙地借到外部的9分力气，那你瞬间就拥有了10分的通天神力。这就是最硬核的杠杆思维，这也是这套古老智慧在现代商业和个人成长中最广泛、最无敌的跨时代应用。你看今天这个残酷的商业世界，那些真正赚到大钱、获得巨大成功的人，往往绝对不是行业里最拼命、最努力、天天加班到吐血的那批人，而是那批最善于借力借势的战略玩家。他们借资本的力，借平台的势，借顶尖人才的智商，借技术迭代的风口。他们自己如果脱离了这些，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们拥有恐怖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够调动一切可以调到的力量，能够在最正确的时间点上，把全天下的力量狠狠汇聚到一个爆破点上，瞬间产生核爆炸一般的惊人效果。这就是这套智慧在今天的现代翻版。但我必须在这里极其严肃地提醒你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套系统绝对不是一套教你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邪门歪道。它绝对不是说，你只要学会了排盘，你就可以天天躺在家里睡大觉，等着天上掉馅饼。它的真正核心是教你如何把自己的汗水和努力精确定位在最正确的地方，让你在最正确的时间，用最正确的方式去做最正确的事情。这句话听起来简直是毫无营养的废话，但在这个世界上，想要真正做到，简直是难如登天。因为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一生，要么是在完全错误的时间拼命去做对的事情，要么是在对的时间糊里糊涂做错了事情，要么是在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南辕北辙，感动自己的拼命努力，要么是在绝对正确的黄金方向上犹豫不决，前怕狼后怕虎，最终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而这套智慧就是为了帮你彻底解决这个致命痛点的认知工具，它是一套能够瞬间提升你决策质量的终极认知框架。让我们用大白话来彻底拆解一下这套智慧的3个核心要素。
它们分别叫做奇、门、遁。所谓的奇，指的是乙、丙、丁这三奇，它们代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能量状态。乙是柔，代表阴，是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的太极力量。丙是阳，代表刚，是主动出击，大开大合的绝对进攻力量。丁是变，代表转化，是让你在绝境中化危为机，绝地求生的奇迹力量。所谓的门，指的是八门，也就是休门、生门、伤门、度门、景门、死门、经门、开门。它们代表了8种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向和局势状态，每一扇大门的背后都对应着不同的落子时机和博弈策略。所谓的遁，指的是6仪隐藏，代表了6种高级的隐藏和自我保护策略。这3个核心要素被精密地叠加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时间和空间坐标系上，最终形成了一个让普通人看一眼就头晕目眩的超级判断矩阵。但我今天一个技术细节都不打算塞给你，因为那些枯燥的技术细节根本不是这套智慧最迷人的部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最值钱的是它背后那套颠覆常识的哲学思维方式。这套哲学思维完全可以用3句金句公式来直接概括。第一句，时机比努力更重要。在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事，远远胜过你在错误的时机拼命努力。这绝对不是说努力没有用，而是要告诉你，努力的方向和时机直接决定了你努力的最终价值。第二句，位置比能力更重要。你今天站在什么位置上，直接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风景，能动用什么资源，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同样的一份能力，放在不同的位置和平台上，产生的效果简直是天差地别。姜子牙能力就算再强，如果他一辈子死在商朝那个腐朽的官僚体系里，他到死也不过是个普通的杀猪匠。但当他站在了周文王搭建的通天舞台上，他瞬间成了开国第一元勋。你的个人能力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位置来疯狂放大。第三句，变化比稳定更真实。这个冰冷的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永恒的稳定，唯一永恒存在的只有无情的变化。那些以为自己终于考上了一个编制，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好位置，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安稳一辈子的人，往往是这个时代里最脆弱、最容易被淘汰的药渣。因为当暴风雨般的变化突然来临的时候，他们大脑里根本没有任何防灾准备。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来自于位置的稳定，而来自于你对变化的恐怖适应能力。你如果能在剧烈的变化中快速迭代、调整策略，那你就是绝对安全的。你如果抗拒变化，死守过去，那你才是真正危险的。这3句话是这套智慧送给现代人最宝贵的3个醒神咒。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个直击灵魂的深层问题：这套系统难道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吗？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种能算命、能预测的传统文化，心里都会升起这个巨大的疑问：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未来的结果都可以被提前推算出来，如果时机、位置、局势的走向都是命中注定的，那我们人类的奋斗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干脆直接躺平认命算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但我的答案非常明确，它绝不是宿命论。这套智慧的核心从来不是为了告诉你命运是焊死的、无法更改的，而是要极其理智地告诉你，在人生的任何一个复杂局面里，都同时存在着最优解和次优解，存在着通往天堂的正确道路和掉进地狱的错误方向，而最终决定你走上哪条路的，是你此时此刻做出的选择。它塞给你的是一张极其详细的宏观人生大地图，而不是一条把你双脚死死焊住的固定铁轨道。
地图会清晰地告诉你，前方几公里有高山，哪里有大河，哪里隐藏着捷径，哪里埋伏着陷阱。但具体决定走哪条路，以什么姿势走过去，决定权永远死死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你可以选择最安全但也最平庸的老路，也可以选择速度最快但也最危险的近路。你甚至可以选择虽然最艰难，但风景最壮丽的绝壁山路。这套智慧，只是为了让你在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关键关头，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情报，拥有更清醒的理性判断，少一些盲目的摸黑。它是一套帮人类提升认知维度的高级工具，绝不是一套替代你独立思考的木偶线。当你真正听懂了这一层，你才算真正触碰到了奇门遁甲的灵魂边缘。最后，我想跟屏幕前每一个焦虑、迷茫的你，极其认真地聊聊我们眼前的这个时代。我们今天正活在一个科技极其疯狂、不确定性几乎爆表的魔幻时代。技术在以天为单位加速迭代，传统行业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洗牌，旧的职业在成片成片的消亡，新的岗位在莫名其妙的诞生，财富在重新洗牌，权力结构在重新排列。你仔细品品，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时代，和这套智慧当年诞生的那个残酷乱世，是不是有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惊人相似？那个时代秩序崩溃，规则全部失效，旧的权威轰然倒塌，新的力量疯狂涌现。今天简直就是历史的重演。在那个时代，最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最好的一批人，永远是那些能够看懂局势，顺势而为，善于借力，并且懂得何时进退的顶级高手。今天，生存的法则一字未变。这套系统绝对不是什么古老发霉的玄学神话，它是一套永恒的、跨越千年的现代人生生存智慧。它用冷酷的真相告诉你，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虽然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确定的，但只要你掌握了底层逻辑，有一些东西是完全可以被你相对把握的。时机是可以被你的敏锐感知的，只要你足够聚焦；位置是可以被你理智选择的，只要你大脑足够清醒；变化是可以被你轻松应对的，只要你身段足够灵活；人心是可以被你彻底看穿的，只要你洞察足够深刻。如果你能把这4件事情真正做好，那你就是这个时代最厉害的执棋高手。你根本不需要去学什么繁琐的排盘，不需要去背诵那些让人头晕的古怪符号，你只需要把这4种思维方式狠狠地内化成你大脑的底层操作系统，让它死死渗透进你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个微小决策。这才是我们今天读懂这套智慧的最大收获。这让我想到，在森林里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河上建着一座简陋的桥，河边躺着一块巨大的石头，远处长着一棵参天大树。一位年轻的学子去拜访一位隐居的智慧老谋士，问他如何才能拥有像他一样看穿世事的通天智慧。老谋士默默无语，只是牵着他的手来到这片森林，指着那座桥说：“你看，这座桥之所以建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是整条河最窄的地方，普通人从这里过河最容易，这就是地利。”他又指着河边那块巨石说：“你看，这块巨石之所以死死挡在这里，是因为这里的河水最湍急。”他用自己的身体撞碎了巨浪，减缓了水势，从而默默保护了下游一整个村庄的安全。他又指着远处那棵大树说：“你看，那棵大树之所以能长得如此高大，是因为它生长的这块土壤最肥沃，这里的阳光最充足，它踩中了最好的自然大势。”年轻人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问老谋士：“这和您拥有的智慧到底有什么关系？”老谋士淡淡一笑说：“你看，这座桥，
这块石头，这棵大树，它们其实全都在最正确的位置上，在最正确的时间里，做着最正确的事情，所以它们全都发挥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大价值。我们人活着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这一生要做的最核心的事情，绝对不是拼命去成为全天下最强、最猛的那个人，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成为那个在最正确的位置上，在最正确的时机里，做出最正确事情的清醒之人。这就是这套智慧隐藏了数千年的全部秘密。年轻人站在原地，沉默了整整2个小时。那一刻，他彻底听懂了。所以，今天看到这里的你，我也想冷冷地问你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你现在在职场、在生活中所站的这个关键位置，到底是你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主动争取的，还是在糊里糊涂中被别人、被命运随手安排的？你现在正拼尽全力在做的这件事，到底是在最正确的时间风口上顺势而为，还是早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时机，在强行逆天改命？你现在每天累死累活流下的每一滴汗水，用出的每一份力气，到底是精准地用在了产生最大价值的刀刃上，还是在愚蠢的和时代的大势进行着惨烈的肉搏，在疯狂做着毫无意义的无用功？如果你此时此刻心乱如麻，根本给不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么听我一句劝，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绝对不是继续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努力、拼命加班，而是必须立刻让自己停下来，揉揉眼睛，认真的、彻底的想一想。你需要的从来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清醒。你需要的从来不是更拼命，而是更有战略方向。这套智慧在数千年前给了中国历史上最聪明、最顶级的那批智者一双看穿世界底牌的慧眼。今天，他把同样的东西摆在了你的面前，一双能够轻易看穿人生局势的上帝之眼，一颗能够在彻底的混沌和焦虑中保持绝对冷静的强大心脏，一种能够让你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死死抓牢确定性的通天能力。只要你翻开尘封的历史，就会震惊地发现，那些真正改变了整个时代的旷世奇才，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刘伯温，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一身蛮力去赢得天下这场大局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的赢家，就是因为他们看得比所有人都要远，想得比所有人都要深，等得比所有人都要久，动得比所有人都要准。这绝对不是什么老天赏饭吃的神秘天赋，这是一种可以通过后天刻意练习疯狂提升的顶级认知。而认知是可以被你学习的，认知是可以用这期视频来狠狠提升的。读懂了奇门遁甲的底层逻辑，你才算真正读懂了中国历史上最顶级的那批大智者到底是怎么在全天下最混乱、最绝望的死局里，极其冷静地下完了那一整盘最精准的跨时代大棋。而最让你兴奋的是，那一整盘跨越千年的浩瀚大棋，直到今天此时此刻还远远没有结束。当你关掉这个视频，回到现实世界里的那一秒，你就是那盘棋局上下一个准备逆天改命、震惊世界的落子之人。好了，今天这期诚意满满、直击底层的硬核文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丝丝的启发，如果它让你在焦虑的现实中重新开始清醒的思考，或者让你对中国老祖宗这套古老、深邃的底层生存智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请你现在就动动手指，立刻帮我点赞、收藏，并把它疯狂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样在生活中迷茫、找不到人生未来方向的生死之交。你的每一次真诚点赞，都是支持我继续在这个频道里为你死磕、深挖这些中国古老智慧的最大动力。我们后面的计划非常宏大，
还有无数的跨时代经典要为你死磕，无数被历史尘封的顶级智慧要为你疯狂挖掘，无数现代人急需听到的底层硬核逻辑要为你一层层剥开，彻底拆解。所以，千万不要忘记立刻订阅这个频道，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期让你认知觉醒的黄金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